廠子能有今天，是我跑業務跑出来的，不是你修机械修出来的。这5萬你愛要就要，不要我還缺錢呢。2年前，表弟求我一起開廠，我技術入股佔30%。8級鉗工的我，2年就將廠子做到了全市第1，廠子盈利上千萬，年底分紅時卻只給我5萬，嫌少呀？你每天在廠子裡轉幾圈，還沒保安幹的活多，能分這些就不錯了。我技術入股佔30%，什麼30%？當時也就那麼一說，白紙黑字都沒有的事兒，你較什麼真兒？別忘了，當初是你求我，我求你個屁！廠子能有今天，是我一手帶起來的，不是你。為了拿訂單，我跑斷了腿，喝壞了胃。這5萬塊錢，你愛要就要，不要我還缺錢呢。沒有我的技術保障機器穩定運轉，廠子行了，我在大城市就是學這個的。你那點技術也好意思敢舔着臉跟我姐夫要分紅？這5萬給你都多。表哥，你知道我這個人一向大方，但你在我這兒白吃白喝幹了2年，咱是親戚不假，我也不能一直白養着你啊，你又不是我爹，是不是？不用解釋了，我今天就走。強子，從今天起，你就是咱們廠的技術總監，技術方面的事兒就都交給你了。姐夫放心，包在我身上。廠子的訂單全是高精密零件加工，如果沒有我的技術，生產出來的只會是一堆不合格的廢品。既然覺得我不重要，那就看看沒有我，廠子還能不能幹下去吧。霍先生，廠子租金加機械，1年5萬，你確定要租嗎？確定。那簽字吧。哎，也不知道對面孫家的廠子打哪兒請來了個超厲害的技術大拿，短短2年時間，廠子就幹到了全市第1。簽好了。廠裡的機械都老化的嚴重，你看着處理吧。沒有老化的機械，只有不會維修的技術。2年前，表弟的廠子開了不到3個月，機器全趴窩，客戶天天打電話催貨。表哥，你救救我，廠子要完了，機器全壞了，廢品率40%，訂單交不出去，客戶要索賠。表哥，你幫幫我，你知道的，我這個人一向大方，不會虧待了誰。訂單按時保質交了，客戶不但沒索賠，還追加了3倍的訂單。沒有我有8級鉗工的技術托底，表弟廠子早就黃了。蔡總監，3號機報警了，生產出來的零件尺寸不合格，肯定是機械有問題啊！修啊！霍師傅不在。工廠就他姓霍的會修，其他技工吃乾飯的。技工師傅們修了，可不好使啊！技工們都修不好，估計我也夠嗆能修得了。蔡總監，咋辦啊？一群廢物，修不好就換一台，肯定是機械老化嚴重，回頭給你調台新的。這批機械的底子比表弟廠子裡的要好不少，再買些零件，把磨損嚴重的零件替換下來，就能投入生產了。喂，萬里，我聽說你不在你表弟那兒了，來我這兒唄，錢你說個數，股份我給你40%，成不？江董，我打算自己幹。啊？我還想挖你過來鎮廠呢。當年要沒你，我廠子的機械全得趴窩。我雖然自己幹了，但江董有需要，我一樣照幫不誤。有你這句話，我就踏實了。啥時候開業？開業的時候我過去捧場，順便給你牽線拉點單子。江董，我這廠子小，設備也老。客氣了是不？就你的技術，放眼全省也沒人能比。那就感謝江董了。開業時間我定在2天後，地點我短信發你。好嘞，到時候不見不散。江董能幫一次，但不能指望次次有人幫。廠子要想開起來，還得要靠自己。想當初，表弟廠裡的機械維修沒有零件，也是我來這兒一點點挑出來的。現在自己開廠，更得要精打細算些。有這些，暫時夠用了。這麼多台機械。表弟的小舅子蔡強，嘿嘿，强哥，这得几百台都要賣了。
賣什麼賣？給我換成同型號的8、9成新的機械，差價我補你。豪氣，一下子換這麼多，不怕影響生產啊？你真特馬外行，新的不比舊的好用，這玩意兒插上電就能幹。沒有校準參數調整精度的機械，生產出來的只會是不合格的零件。一旦訂單不合格率超過2%，廠家會直接拒收，取消合作。還是強哥你這手筆大，一下子換這麼多台。嘿嘿，馬上有個搞精密零件的大老板，帶着上千萬的單子來我姐夫的廠子裡視察，不把舊的換成新的，人家老板會覺得我姐夫沒實力，懂不？懂。給我開全新機械的發票，到時候給你返點兒。精密零件，上千萬單子，這是個機會。姐夫，新機械都安裝調制好了，大老板来視察，肯定不会有問題。花了多少？300多萬。怎么这么多？那个，新機械嘛，貴是貴了點兒，但能用的時間也長嗎？對，明天劉總來視察，機械不能出一丁點問題，上千萬的大單必須得拿下，不然年底都得喝西北風。放心吧，姐夫。新機構能有什麼問題？機械300萬，新場地投了600萬，賬上的資金勉強夠3個月工資。對了，趕緊把手頭的訂單幹完，催廠家驗收結款，有這筆錢到賬還能緩緩。今天就交付，驗收結款的事兒不會出岔子。高精度零件要不斷校對參數，甚至改造機械才能滿足訂單要求。大老闆親自帶着單子來視察，肯定是對零件的要求極高，甚至是苛刻，這簡直是天賜良機。上千萬的單子我一口吃不下，但只要給我時間，就肯定沒問題。現在就是不知道大老闆什麼時候會來。你表弟包了宴賓樓，給你姥爺過66大壽，你忙完早點回來，咱們給你姥爺買點壽禮。我這就回家。江波，你說你咋這厲害？廠子開得那麼大。是啊，給我們講講咋開的啊？拿命拼的唄。這幾年為了這廠子，每天都睡不夠4個小時。睡不夠4小時。哥，單子抓緊生產。江波，我一個人又盯機械，又盯生產進度，廠子還有大大小小的。我不是還有事兒嗎？你多盯盯。孫老闆，咱們趕緊走吧，姐妹都開好酒等着呢。走，這就走。談完訂單就當甩手掌櫃，廠子裡所有事兒都是我一個人扛，真正睡不夠4小時的是我。就衝你這股子拼勁兒，一年掙上千萬都掙得少了。兒子，你表弟分你多少？5萬。什麼？你把他廠子救活了，還沒天沒夜的幹，他怎麼只分你5萬？我去問問他憑什麼？媽，沒必要。怎麼沒必要？這2年你都累成啥樣了？累受的比誰都多，力出的比誰都大，親兄弟也得要明算賬吧？在重利的人面前，親情也不過是一張薄紙。媽，今天是老爺過壽的日子，不跟他吵。再者說，我能救活表弟的廠子，那就把自己的廠子開起來。你要自己開廠？既然幹不到一起，那就當競爭對手，各憑本事看看。30年河東，30年河西，你兒子不比別人差。我支持你兒子，咱家裡還有幾萬積蓄，折子回家後就拿給你。謝謝媽。咱們娘倆謝什麼謝？兒子，給媽爭口氣，也給你自己爭口氣。一定。都靜一靜，江波有件大事要宣布，都聽聽。大家都知道，我孫江波是個大方的人，所以我賺了錢不會忘了親朋好友。江波這孩子就是實在，不忘本。想跟我一起賺大錢的，在小秦這兒交錢買機械，一天24小時不停機生產，機械賺的錢扣除成本，咱們5分。這可是穩賺不賠的買賣。江波也是看在親戚的面子上，把賺錢的門道告訴大家。有訂單嗎？我手頭上訂單還有不少。另外，再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劉總會帶着上千萬的訂單來廠子談長期合作。上千萬，機會來了。買機械，用機械賺了錢，這法子太好啊！賺了的錢再買機械，滾雪球就滾起來了。上千萬的單子，利潤至少500萬，掙的錢大家一起分。這也就是我老公大方，願意帶大家夥賺錢。一台機械10萬，各位機不可失啊！這事兒砸鍋賣地也值得幹。50萬我買5台，我存了30萬買3台，
要幹就干大点兒，我把房抵了能有60万，我要6台。有了这笔钱，再拿下刘总上千万的大单，就不用担心资金的问题了。上千万的大单，老板对设备精度和工人技术要求肯定极高，一旦不达標，不仅1分錢拿不到，還要賠償巨額違約金的，最好不要盲目。這是什麼話？要求高咋了？江波能把廠子開這麼大，不懂技術，你懂？江波好心帶大家伙發財，你不想跟着就算了，擱這兒冒什麼酸話？自己沒本事吃肉，還想砸大家的飯碗？你就是嫉妒江波發財，還見不得親戚們好？萬里好心提醒你們，哼，沒賺過大錢的人，知道怎麼賺錢嗎？別搭理他了，不識好歹。你們，媽，他們不聽就算了，咱們走吧。有時間和他們掰扯，不如好好準備準備，拿下刘总上千萬的訂單。來了，刘总，您可讓我好等啊！裡面請。刘总，我這兒的生產線和機械都是全新的，您的訂單給我放100個心。孫老闆，場面話就不用說了，我要的零件是用於航天精密儀器的，精度是我們的命。這點您放心，我要做不了，全市沒人能行。圖紙上是我們要的3樣核心零件，軸徑、尺寸、圓度，誤差不能超過0.01毫米，也就是1絲。只要你們能試製出一套合格的樣品，1000萬的年單，我們當場簽合同。要是精度達不到，我們立刻換下一家。您放心，肯定沒問題。強子，讓技工師傅們都過來，馬上生產一個樣品給劉老闆看看。都過來，趕緊研究一下。都研究10分鐘了，趕緊按圖紙給劉老闆做幾個樣品啊！老闆，這個要求太高了，誤差不能超過1絲，咱們機械達不到啊。達不到就調啊，哪那麼多廢話？能不能做出來？這個他們生產不出來，我可以。霍萬里，你來我廠子搗什麼亂？保安呢？死哪兒去了？怎麼什麼人都往裡放？這位是劉總，他是我的一個遠房親戚，一天天正經事兒不幹，淨在廠子裡瞎溜達。我白吃白住的養了他2年，他不感恩也就罷了，還舔着臉找我要分紅。我姐夫實在忍不了，前幾天把他開了，結果他成天過來找事兒。您別理他。劉總，我是來接訂單，誤差在0.01毫米以內的零件，全市只有我能做。你確定？劉總，您別聽他瞎咧咧，他是故意來這搗亂的。霍萬里，你修個機械都修不明白，還會做高精密度的零件？趕緊滾，別在這兒礙眼。我還是那句話，誰能做出來，單子就是誰的。您放心，我們廠肯定沒問題。先來後到，孫老闆，你先來。廠裡的技工都是我一手教出來的，他們能不能做，我比誰都清楚。沒問題，我不急。誰能按圖紙把樣品做出來，我現場獎勵他5萬塊錢。我來，我一定能行。劉總，這小伙子手法很穩，操作行雲流水，年紀輕輕的能有這個水平，一看就是技術大拿手把手教出來的。那當然，要想在我們廠當技工，必須得要有真本事，不然早就開了。這小子現在是我重點培養的骨幹技工，就操作機械這幾下子，學了得1個月，現在算是練出來。我手把手帶了他半年，手法當然標準，但手法再標準，機器主軸校準不夠，做出來的只能是不達標的廢品。劉總，樣品出来了，這軸徑、尺寸和圓度肯定沒問題，我們廠的技術沒得說。檢驗去。不用驗了，零件尺寸差0.03毫米，也就是差3絲，是個廢品。哼，胡說八道，測都不測，看一眼就知道差多少。不用測，我的眼就是尺。我呸！你少在這瞎攪和。劉總，您看，機器設定的參數範圍標準，誤差在0.01毫米以內。劉總，您別理這個瘋子，他就是被我開了之後心懷怨恨，
想攪黃咱們的合作。機械設定的參數並不代表最終結果。這個零件之所以是廢品，你們看，這台9成新的機械，地角螺絲都沒壓實，加工出來的零件怎麼可能達標？其次，機械在高速切削時會產生共振，一開始設定的精準度就會出現偏差，以這台機械運轉時的情況會差0.03毫米。胡扯！螺絲沒擰緊，不影響機械運轉。至於什麼共振，聽都沒聽說過。劉總，您別聽他胡咧咧。測。哼，他說的要是一絲不差，我把零件吃了。哈哈哈！霍万里，看见没有？专家都被我们生产出来的精準度驚到了。霍萬里，剛才你說什麼？你的眼睛就是尺，哈哈哈哈哈！真是不怕風大閃了舌頭。看見沒？專家都挑不出來毛病。霍萬里，憑你還想跟我全市第一的孫江波搶單？你有那個實力嗎？哈哈哈哈哈！胡工，檢測結果到底怎麼樣？劉總，檢測結果跟這位霍師傅說的一模一樣。蔡強，結果一絲不差。零件，你打算怎麼吃？我不可能，絕對不可能！是不是你的儀器壞了？霍師傅，您是怎麼僅憑肉眼就能精準地斷定零件偏差數值的？我說過，我的眼睛就是尺。儀器和機械總有出錯的時候，但也不會。受教了，孫老闆，這就是你一直吹噓的超高精準度。劉總，意外，這絕對是個意外。這台機器的地角螺絲沒安好，不然精準度肯定沒問題。還愣着幹什麼？趕緊換一台穩定的機械，再出一個樣品，快呀！孫老闆，既然你這邊沒有技工能做，那就我來。霍萬里，劉總是來跟我談合作，有你什麼事兒？不就是精準度差點嗎？我們廠有的是技工能做出來。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技術容不得有一絲一毫的差錯。霍萬里，你擱這兒教育誰呢？你一個就會修機械的二傻子，懂什麼？孫老闆，我時間有限。8萬，我不管你們誰，只要今天把這個零件給老子做出來，我當場獎他8萬現金。0.01毫米，難度太大了。廠子給你們開着高薪，現在用人的時候，一個個的躲什麼？10萬，只要能把樣品做出來，老子給他10萬。找外面的高人幫忙，行不行？行，只要能做出來就行。你要請誰來？馬上我就安排人開車去接。咱們市我就認識一個高人。誰呀？霍萬里。老張，你是不是腦子進水了？他跟個街溜子似的，一天天在廠裡閒轉，他算哪門子的高人？他平時在廠子裡也就是擰擰螺絲，給你們技工打打下手，怎麼可能是技術高手？你們知道個啥？咱們廠這2年參數調校都是霍師傅一手調整的，平時遇到搞不定的精度，也是他幫忙解決的。我跟着霍師傅也學了不少。霍師傅擰螺絲是在提前預防，擔心螺絲鬆了影響精準度。我的操作都是霍師傅手把手教的。我手把手教過的，多少還有點良心。好啊，你們拿着我姐夫的錢，卻替他霍萬里說好話，一個個的吃裡扒外是吧？霍萬里，跟我從小一起長大的，他是不是技術高手？我比你們清楚100倍。孫老闆，已經浪費了1個小時了。劉總別急，我這不是在想辦法呢嗎？上千萬的單子絕對不能丟，這要是丟了，廠子資金鏈會出大問題。
誰能做出来，不光有這10萬獎金，薪資我給他翻1倍。做不出來，所有人薪資減半。憑什麼啊？我們只是技工，又不是技術負責人。是啊，蔡強是技術總監，技術上做不出來，他得來解決，憑什麼扣我們工資？姐夫，你也一樣。今天做不出合格的樣品，年終獎全部取消，都给我滾！霍師傅，你來試試。好。霍萬里，你孙老板，先來後到，你這要沒有技工能做，那就輪到霍師傅。劉總，只要再給我些時間。既然沒有，就讓霍師傅試一試。霍万里，怎么停了？你不会只懂手摇式的機械，不懂怎麼操作全新的數控機械吧？全新機械，這台機械也就90%新，風吹日曬，有段日子了。胡說八道！我看你是不敢做，怕露餡吧？這台機器的合金刀片生鏽了，鐵鏽會影響切削刃的鋒利度，加工時會導致受力不均，影響精準度。放屁！機械是今天上午才拆封安裝的，全場的人都看見了，怎麼可能生鏽？霍萬里，你不要沒事找事兒。我讓你用我廠子的機械，是看在劉總的面子上。我們廠的機械有你挑刺的份兒。誰讓你動我們廠子機械了？我說了，刀片生鏽會影響精準度。他要沒生鏽呢？我聽到的聲音不會錯。你聽見？你耳朵是雷達呀？劉總的零件要求極高，機械不容有一丁點問題。如果他沒生鏽，劉總的訂單我退出。好，這可是你說的。強子，讓他開。這什麼？全新的機械，怎麼可能生鏽？哈哈，霍萬里，你還有什麼話說？這刀片亮的都能反光，大家伙都來看看，這刀片哪有問題？霍萬里，收拾你的東西，現在立刻馬上給我滾出車間！才看了半片，急什麼？睜大眼睛，看好了！還真的生鏽了。沒想到，霍師傅的眼是尺，耳朵堪比聲納，厲害，佩服佩服。霍師傅果然厲害。你不是說這是全新的嗎？怎麼會生鏽？你天天在車間幹什麼吃的？姐夫，我也不知道啊，這些設備都是剛拉過來的新的。二手機械廠能買到新的？你在二手機械廠買的？啊？沒有，姐夫，你別聽他瞎說。好了，霍師傅，可以測試了嗎？等一下，有點毛刺兒，刮兩下。不合格，千萬別合格。要是合格了，訂單就飛了。劉總，誤差在0.01毫米，合格。這怎麼可能？胡工，零件不是要測好幾個地方尺寸嗎？您再測測其他的。全部合格。哈哈哈哈！好，霍師傅技術果然厲害。我剛才說過，誰能做出來，我手上1000萬的訂單就是誰的。現在，等一下，劉總，之前我們做的不達標，是因為刀片生鏽。剛才你也看到了，刀片清好後再做出來的就達標了，這證明什麼？什麼？
這證明不是他霍萬里技術有多高超，而是我們厂的机械精準度高。对，是我们厂的机械精準度高。现在刀片也好了，參數也有了，隨便一個技工就能生產出來達標的零件，而且全是只有我這兒能配備幾百台的機械和人力，不停工生產。您來我這視察，不也是看中這一點嗎？呵呵，機械準，如果沒有我打磨那2下修整尺寸，這個零件也是廢品。他不會真以為我打磨那2下是在刮毛刺兒吧？孫老闆，我做生意一向講規矩，我給你最後一次機會，你讓人再做一次。沒問題，您就瞧好吧。霍萬里想在我手上搶單子，想瞎了心。是嗎？那就拭目以待吧。你們幾個誰來？老闆，要是做出來，那10萬塊的獎勵，我孫江波一向大方，只要你們做出合格的樣品，獎勵一樣給。老闆我來，我不要10萬，給8萬就行。老闆我來，我只要5萬，這人手最穩，5萬我就幹。3萬，參數我都記熟了，3萬塊錢我就能做。好，就你了，獎勵是你自己要的，我可沒少給，趕緊做吧。技術也沒什麼難的，錢到位，什麼問題解決不了？難不難？一會兒你就知道了。胡工，您檢驗檢驗，這回一準合格。誤差0.03毫米，不合格，廢品。不可能，這絕對不可能！刀片已經換了，參數一個數字都沒變，憑什麼他做的就合格，我們做就是廢品？霍萬里，你到底暗中做了什麼手腳？機械是你的，人也是你挑的，生產出來的不合格，黑鍋扣我頭上，怎麼？我是背鍋俠，是事兒都得給你頂黑鍋。你沒動過手腳，那怎麼可能不合格？因為霍師傅修正了零件的尺寸。媽，他什麼時候修正的？我們怎麼沒看見？霍師傅在刮零件毛刺的時候，順手就將零件尺寸給修整好了。零件出產出來時會產生回彈，需要做溫度補償，而霍師傅僅憑借手感，用極細的砂紙打磨就完成了補償。完了，訂單要涼。霍師傅，我只認技術和實力，不知道您的廠子在哪，咱們過去詳細聊聊訂單合作。劉總，我的廠子就在對面。你是說對面的那個老破小？老破小？是啊，劉總，我們廠對面就只有一個廢舊的車間，統共也就4、5台機械。霍師傅，是這樣嗎？是。胡工，霍師傅的技術確實厲害，可他的廠子一沒機械，二沒人手，萬一延期，咱們也會有不小的損失。劉總，您說的沒錯。可是咱們短時間內再想找一個霍師傅這個技術水平的高手，找不到啊！用別人，廢品率一旦高過2%，不僅浪費材料，更耽誤工期。表哥，你那個廠子要啥沒啥，接不住這麼大的單，不如這樣，你還回我這兒幹，單子我來接，這樣大家都有得賺。1000萬的單子，利潤怎麼着也有300萬，我分你1成利，30萬啊，不少了。咱們都是實在親戚，肥水不流外人田，不是？讓我回你的廠，好順順利利拿下訂單，等做完賺完錢再一腳把我踢出去。你這逼算盤打的算盤珠子都崩我臉上了。霍萬里，你那個老破小，接了訂單又能怎麼樣？你才幾台機械，做得了上千萬的單子嗎？就是，全是賣機械商，我熟得很，只要我一句話，保證你一台機械也買不到。霍師傅，訂單我可以給你，但我要求必須在4個月交付，你要認真考慮一下，能不能如期交付？沒問題，保證如期交付。要機械沒機械，要人沒人，1000萬的單子你拿手搓嗎？誰說霍師傅沒人沒機械？來了，霍師傅的訂單，我替他擔保。江董，你他媽誰呀？打哪兒蹦出來的？保安呢？怎麼什麼人都往裡放？滾！這個派頭不像一般人。霍師傅，新廠開業，我也沒別的送的，就帶了50台頂配機械給你捧場。江董，這裡太貴重了。這都小事，不就1000萬的單子嗎？這些機械不夠，你開口要機械，還有要人，我臨時給你調人過來。總而言之，你的事兒就是我的事兒。劉總，您可得多留意，
霍万里就是个技術厲害點的技工，怎麼就突然有人找上門來，又送機械又送人的？這也太巧，也太假了。你知道這位是誰嗎？誰啊？這位是全省最大機械廠的董事長江董。我手頭上1000萬的單子，在江董眼裡屁都不算一個。這不對，不對，霍萬里不過是個稍微有點技術的技工，江董怎麼會給他做擔保？孫江波，你知道在你眼裡稍微有點技術的霍師傅在我這是什麼人嗎？什麼人？是我拿40%股份都請不到的人。40%股份？假的，一定是假的。姐夫，江董的機械廠可是全省靠前的機械廠，每年利潤數10億，怎麼可能會給霍萬里40%股份？他憑什麼？憑什麼？就憑2年前霍師傅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我的重工機械廠。什麼？2年前？霍師傅這麼厲害？哦，我想起來了，2年前江董機械廠有一批海外訂購的重工，因為機械原因導致大批量不同程度的偏差，一旦不能如期交付，要賠償數億元。沒錯，全省的機械廠專家我都請了過來，個個都束手無策，重新鑄造加工時間根本來不及。是霍師傅帶隊硬熬了數月，最後保住了訂單，也保住了廠子。霍師傅是我的恩人，也是我們廠的恩人，可惜我沒能留住霍師傅啊。當年我確實有意想留來着，但家裡打電話說表弟的廠子要黃攤子了，正好我懂技術，讓我來幫一幫親戚，所以這才沒留。你這尊大佛把人家當親戚，可人家沒把你當回事兒啊。無所謂了，老話說得好，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說得好。霍師傅，有江董的機械托底，我手上的訂單就交給你了。那就多謝劉總和江董了。怎麼可能？他明明就是一個普通技工，也就懂修機械，怎麼會這麼厲害？普通技工，你可真是蠢得可以。全國乃至全世界最厲害最強的技工是8級鉗工，霍師傅是全省唯一的一個8級鉗工。8級鉗工，全省就他一個。哼，不然呢？你以為2年前我那數億元的訂單是怎麼保住的？全省技術專家束手無策的時候，是霍師傅憑一雙手，硬生生把精度搓出來。霍師傅，什麼都不說了，有江董的頂配機械和您這位技術大神托底，這1000萬的大單，非你莫屬。不可能，江董，您一定是弄錯了。他就是我大姨家的窮兒子，每天在廠裡也就是到處轉轉。他要是8級鉗工，我怎麼不知道啊？你不知道，那是因為你蠢。你拿着5萬塊打發全省唯一的8級鉗工，你以為你很聰明。劉總、江董，咱們去對面我剛盤下來的廠房談吧。這裡廟太小，容不下大佛，更何況人家還覺得我還不如保安。孫老闆，腸子悔青的滋味慢慢嘗。姐夫，咱們到手的單子真飛了，飛個頭！都怪你這個廢物買生鏽的機器！好你個霍萬里，當了大老闆就不認親戚了！萬里，你走什麼走？江波再怎麼說也是你骨肉相連的親表弟，你把劉總1000萬的單子搶走了，江波的廠子怎麼活？就是，趕緊把單子還給江波，不然今天你別想走出這個大門！大逆不道，連親弟弟都坑，你還有沒有良心？動一下試試！搶單子！當初孫江波在辦公室拿5萬塊錢狠狠砸在我身上，罵我是白吃白喝的保安時，你們在哪？蔡強指着我的鼻子讓我滾蛋的時候，你們又在哪兒？那是你們兄弟鬧別扭。現在看到1000萬的合同了，跑來跟我談良心、談血脈，我告訴你們一個字：滾！
新廠种地，誰讓你們把病人抬到這裡來的？之前都是我們不好，是我們嘴碎，我們狗眼看人低。你就看在大姨給你跪下的份上，別跟江波計較了呀。萬里，你看看你姥爺，自打聽說你跟江波鬧翻，你姥爺氣得心臟病發作，在醫院搶救了一整夜，差點沒挺過來。他剛醒就死活要來見你，他就想看着你們兄弟和好啊。萬里，江波是你親表弟呀，幫幫他吧。哥，我不是人，我把股份都給你，求你回廠裡救救我，不然那些借錢的人要砍我的手啊！萬里，血濃於水啊，你就答應了吧，答應了吧。我們作為長輩都給你跪下了，你難道真要眼睜睜看着你表弟去死嗎？他可是你親表弟，2年前要不是你大姨叫你來，你能有今天？現在你長本事了，連親戚的死活都不管了，你還有良心嗎？孫江波，2年前我熬了40天夜，不眠不休救你廠子的時候，你怎麼不談血濃於水？你拿着5萬塊錢砸在我臉上，罵我是白吃白喝的保安時，你們誰跟我談過良心？想讓我回去給你們當免費苦力？做夢！老爺的醫藥費，作為外孫我全包，但想讓我回去給你們當免費苦力？做夢！保安，把他們全部轟出去！以後誰放他們進來，立刻開除！霍總，大喜事情啊！我們第一批航天核心艦剛剛通過了國家級專家組的最高規格驗收，廢品率是奇蹟般的0。這是萬宏集團追加的2000萬預付款，您今天必須收下。霍董，我是全省最大汽車製造集團的董事長董建國，只要您能點頭，我們集團未來3年的高精零件訂單不需要任何招標，全盤交給你，價格您翻倍開，資金秒到賬。全省除了您，還有誰能接下這個單子？哼，霍董，我是北方傳播重工的採購總監方瑞，我們中傳重工願意出3倍的市場溢價。各位老總，我萬里重工開門做生意，認的是情義，不是溢價。大家的訂單我都接了，我敢在這裡保證，只要有我霍萬里在這裡托底，萬里重工出產的任何一個構件，就是整個重工業界的最高天花板，任何海外壟斷在我們面前都不堪一擊。孫總，大事不好了！剛剛接到的最新檢測結果，咱們拼命趕工出來的這批精密零件廢品率居然達到了驚人的90%，客戶要求全額退貨，還要向我們索賠天價違約金300萬啊！蔡強，你給我好好看看，你不是說你在大城市就是學這個的技術總監嗎？你不是拍着胸脯說沒問題嗎？為什麼連個最基本的精度你都調不準？你想害死老子是不是？姐夫，我真的盡力了。這批機器有嚴重的結構共振和熱補償偏差，以前都是萬里哥靠着神奇手感用砂紙人工打磨校準的，我根本調不出來這個精度啊！放屁！調不出來？以前霍萬里每天在廠裡轉幾圈就能解決的事兒，你拿着老子幾萬的月薪告訴我不行，現在要賠300萬，這錢你讓我怎麼辦？你這麼說我弟弟幹什麼？他還不是為了幫你？幫我？就因為你的弟弟，我現在都快破產了！老娘砸锅賣鐵湊的50萬養老錢，你當初在宴賓樓怎麼保證的？你不是說1天24小時開機穩賺不賠嗎？現在廠子崩了，錢呢？大姨，你放手，怪我嗎？要不是霍万里那個白眼狼在刘總面前使绊子，把1000萬大單硬生生搶走，我們能到這一步嗎？你都往霍万里身上推，還有你蔡强，你200萬買來一堆生鏽的廢鐵，廢品率達到90%。害我們血本無歸，現在趕緊把我們的血汗錢還回來！二舅，機器是姐夫讓我去二手機械廠買的，發票也是他讓我開假的。还抢这个沒良心的！什麼叫你姐夫讓你做的？孫老闆，你們家這點爛事老子沒興趣聽，欠我們的400萬，明天中午見不到錢，老子先剁了你2隻手，再把你老婆賣去抵債。霍万里，是你逼我的！你发财当百億富豪，全城的人都圍着你轉，卻眼睜睜看着我去死。好啊，既然你這麼絕情，那大家都別想好過。姐夫，我今天去盯着萬里重工，私底下打聽到了一個絕密消息，過幾天他們就要正式交付萬宏集團的1000萬的核心航天零件了，那可是國家級的戰略合作單子。核心零件？那又怎麼樣？如果我們在臨交貨前，在他們天價的主控模廠上制造點難題呢？只要機器一毀，高精核心件當場變成廢品延期，萬宏集團背後的勢力絕對會把他告到傾家蕩產。好，既然他不讓我們好過，那他也別想好過。
只要我們悄悄把這包金剛砂倒進那台精密魔裝的主軸，再把這瓶藥水灌進他們的數控面板，到時候機器徹底報廢，神仙也調不準精度，萬里重工的招牌得當場砸個稀巴爛。天價索賠，徹底封殺！霍万里，你不是牛吗？你不是全省唯一的一個8級鉗工嗎？機器廢了，我看你拿什麼去搓零件？既然你不給老子活路，那大家都別活了。強子，帶上東西，明天凌晨2點，我們就摸進萬里重工的3號核心無醇車間。霍總，出大事了！今天早上蔡强那個畜生在胡同裡死活攔着我，塞給我整整10萬塊錢的現金。他私下打聽咱們新引進的超高精度魔床的主控密碼，還問夜班保安的具體換崗時間。呵呵，10萬塊，呵呵，孫江波和蔡强現在都快被要債的逼死了，居然還能湊出10萬塊來買通你，看來他們這是要狗急跳牆了。霍总，他們這是要搞惡意破壞，砸咱們的招牌呀！要不要我現在就打電話報警，把這2個無法無天的混蛋當場抓起來？報警？現在抓人，沒有證據確鑿的犯罪事實，頂多算個盜取商業機密未遂，蹲幾天就放出來了，不痛不癢的。他們換個時間，不是還能再來惡心人？那咱們怎麼辦？那台天價魔床可是萬紅團1000萬軍工單子的命脈呀！要是真讓他們砸了金剛砂或者毀了面板，咱們拿什麼如期交付？他既然大費周章的想來制造難題，作為表哥，我就親手給他騰出一個最完美的舞台。霍總，按照您的吩咐，3號主控車間的后窗锁已經故意留了個縫隙，稍微懂點撬鎖技術的就能輕易翻進來。另外，在天價魔床內部和数控面板下方已經全部加裝了最新的紅外微型高清夜視攝像頭，畫面已經實時同步直播到您的手機上了。很好，通知下去，今天晚上凌晨2點，把3號車间的所有巡逻人員和值班保安全部調去1號庫房進行年末盤點。霍總，那可是價值幾千萬，用來加工万紅集團軍工核心件的頂級設備啊！如果凌晨2點到4點車間完全暢空成績，給他們整整2個小時的時間，萬一他們真的喪心病狂動手砸了機器怎麼辦？不給他們足夠的時间和空間，他们怎麼有膽量自投羅網？霍總，您的意思是故意引蛇出洞？2年前他們砸了我的技術飯碗，2年後他們還想毀了我的重工大計。這一次不讓他們進小黑屋，我就不配叫霍萬里。通知保衛科放老鼠進籠。姐夫，我這心裡直打鼓，要不還是算了吧。这萬一要是被抓到了，可是要坐一輩子牢的呀。而且他霍萬里現在可是全省唯一的8級鉗工，連江董和劉總都把他當神仙供着。咱們真的玩得過他嗎？玩不過也得玩。2年前要不是老子收留他，他還在路邊修破自行車呢，他算個什麼東西？如今他發了財，全城的大佬都圍着他轉，卻眼睜睜看着老子被高麗逼死。這口氣你吞得下去，我吞不下。可這要是毀了，萬紅集團背後那些大鱷能放過咱們嗎？不放過又怎麼樣？明天中午高麗就要來剁我的手，大姨他们要拆了我的家。老子現在不搞死霍萬里，明天中午我就得先死。既然他不給老子留活路，那大家都別想活。別廢話了，趕緊把金剛砂給老子倒進主軸，把這瓶藥水全灌進他的數控面板。我倒要看看，機器廢了，他拿什麼去交貨？拿什麼去當他的100億首富？誰？到底是誰？保安呢？人都死哪兒去了？孫江波、蔡強，大半夜的放着舒服的床不睡，帶上2包沙子跑來我的核心無塵車間，是想當免費的清潔工，還是想當賊啊？霍萬里，你少在這裡血口噴人！這地上不就是點麵粉和水嗎？我帶點東西進車間，犯了哪條王法？對，我們什麼都沒幹，你憑什麼抓人？有什麼證據？證據？孫江波，你真當所有人都是可以任你糊弄的傻子嗎？撬鎖翻窗，怎麼密謀下藥水？
怎么商量要讓我傾家蕩產給你們陪葬的？每一個字，每一個動作，早就在我的手機裡同步直播了。假的，這全都是你用 AI 合成的，老子跟你拼了！都不許動，不關我的事兒啊！全都是他，是孫江波逼我幹的，是他嫉妒霍萬里發財，是他眼紅那1000萬的大單，藥水是他讓我買的，金剛砂也是他讓我倒的，我是被逼的啊！太強，你個吃裡扒外的，主意是你出的，內線是你打聽的，現在你把黑鍋全扣老子頭上！不是，閉嘴！有什麼話回局裡審訊室再說。破壞生產經營罪，蓄意破壞數額巨大核心設備，人贓並獲，鐵證如山，帶走。霍萬里，你這個冷血的，我是你親表弟，你竟然設局送我坐牢，你不得！我設局？要不是你心存歹毒，要不是你貪得無厭，我的陷阱能裝得下你？2年前你砸了我的分紅，2年後你還想毀我的重工大計。孫江波，這就是你作繭自負的下場。好好在裡面待着吧。孫江波惡意破壞生產，進去坐牢了，廠子也徹底封了。老子幾百萬的材料款找誰要？那可是我們全家老小的血汗錢。今天不給錢，誰也別想走。不跟老子裝可憐。孫江波欠了我們整整400萬的高利，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今天必須還錢。真的沒錢了，廠子賬上連1毛錢都沒有了，連工人工資都發不出來了。你們去監獄找孫江波啊，找我什麼用？活該！當初天天在宴賓樓吃海鮮喝紅酒開豪車，對親戚愛搭不理，現在遭報應了吧？就是，聽說連拉扯他們開廠的親表哥都克扣，這種沒良心的黑心作坊，活該破產。這筆賬我們一定要算，大家快來看看呀！霍萬里這個喪盡天良的啊，他發了財就不認親戚，還親手把自己相依為命的親表弟送進了監獄，你這是要逼死我們全家，讓我們老孫家絕後啊！你還有沒有一點良心？大家來評評理啊！萬里重工的老闆就是個沒良心、喝人血的白眼狼，發財了就設計陷害親戚。連自己的親舅舅、親大姨都不認了。霍萬里，你今天不出來撤訴，不把江波放出來，我們全家人就一起在你的大堂裡。你難道不怕遭報應嗎？你以為你身價100億就能無法無天了嗎？萬里，你終於出來了，你趕緊撤訴，把江波放出來啊！撤訴，犯了錯，他就得認。我勸你們別在這裡丟人現眼，把無知當成你們不要臉的本錢。你少拿法律嚇唬人！你害得江波坐牢，廠子全面破產。你今天不給我們賠償，不把1000萬的單子還給江波，我們就賴在這裡不走了。賴着不走，很好。各位，你們今天的行為已經嚴重構成尋釁滋事罪和非法侵入企業罪，因為你們的惡意聚眾鬧事，萬里重工今天的股價和企業商譽已經遭受數百萬的嚴重損失。我們法務部已經依法提起訴訟，並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查封你們所有人名下的所有個人房產。什麼？不僅不放人，還要查封我們自己的房子？2年前你們聯合克扣我分紅的時候，想過親情嗎？保安，把他們給我轟出去！法務部聯繫執行人員，現在就去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
国家级工業博览會官方邀請函到了，咱們的重工高精零部件要徹底登頂了。霍董，大喜啊！恭喜万里重工今天成功上市，市值在開盤瞬間突破100億大關。看看這大盤，全省乃至全國，你現在是實至名歸的工業之王。江董客氣了，要是沒有您當初送來的那50台頂配設備托底，萬里重工也跑不出今天這個超越時代的速度。能跟霍總合作，是我這輩子最正確的決定。霍總，您往台下看，現在全世界的重工企業都跟瘋了一樣，正排着隊等您簽字呢。看以後誰還敢小覷我們半分。霍總請留步。以前是我们有眼無珠，沒認出您這尊真神，求您看在全球供應鏈的份上，務必給我們一個解釋的機會啊。霍總，只要您能消氣，我們集團願意在原價基礎上追加5倍的市場溢價，直接簽下未來10年的獨家供貨合同，資金秒到賬，求您給個合作的機會。5倍溢價，大可不必。我萬里重工開門做生意，認的是大國工匠的技術，要的是國內工業做大做強。那以前的恩怨，您難道要全面封殺我們嗎？以前的糾葛我可以既往不咎，但我這裡認的是技術標準，不是見風使舵的勢利小人。只要認同我萬里重工的質量標準，我的大門永遠向全世界敞開。好，說得好，不愧是100億重工的掌舵人，這才是真正的王者風範。華夏技術當頂天立地，海納百川，做大做強。全省有霍總在，就是我們整個重工業界的福氣。看以後海外還怎麼卡我們的脖子。我曾沉淪於最卑微的泥潭，被至親無情的背叛，被小人瘋狂的羞辱，但我手裡的卡尺和我腦海裡的核心技術，這2年來從未背叛過我半分。在這個世界上，沒有老化的機械，只有不會維修的技術。不管時代怎麼變，掌握核心精度的工匠，永遠是這個時代的主宰。